Jack 哥哥再不爽我，我也再不爽你，我不传给你，也不传给我。哦，要是你怎么解决？2个人找来骂。2个人找来。对啊，如果你是教练的话。对了，一般就是这样解决。我非常想要知道你怎么处理这事。我真的好很难。我先讲了，我是小朋友打架啦，2个我就说，各有各时间嘛，比如说每个人是3分钟，来你讲你的，我听，但你讲的同时你不能讲话。对啊，另外一个就我的方式会是先倾听，然后先讲，然后当然我会去抓 bug 嘛。因为就像你说的，前后我没有一致，你不能突然跟我讲 A， 然后下一段突然变 B， 那我就觉得有出入啊。我说我不希望你骗我嘛。那到最后当然是说，好，那你们希望怎么样？是2个人你真的吞不下去，所以你一定要敲他一拳吗？还是说你一定要你也忍不住，你要赏他一巴掌嘛？那后来当然就是因为兄弟姐妹嘛，我说没有啦，没事了。然后当然就我身为爸爸，我说好走。那个我们就去可能喝个饮料之类的，对。因为是孩子，所以他还每天都要见面，生活在一起，所以他可能还会是新手足，他还比较容易原谅对方。可是你可以想象，假设我们2个是同样处在这个球队里面，然后我们2个同时又是队友，要互相相亲相爱，但我们同时又是在竞争同一个位置，那个很。对，好矛盾哦，很矛盾的情愫要怎么对？要是你是教练，我觉得好难哦，是不是很难？对，所以其实我是这样处理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其实我也会找个别先谈过，譬如我先找你 A 跟 B， 你是分开私底下个别，我先分开谈，你到底有什么苦衷，或者是你为什么不传球给他？就是大家杠起来了嘛，我看到你有空档，我就是故意不传给你，对。然后我问了 A 有 A 的想法，一定 B 也有 B 的想法。然后到最后，我其实会希望，就像你刚刚做的那个 A 跟 B， 你要坐下来讲。然后其实他们2个很犟，不讲。我说你来，这个球队现在发生这个问题了，以我教练的角色，我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嘛。因为我们要打团队篮球，你怎么可以这样嘛？对不对？是。那2个人都很犟啊，谁都不愿意先低头嘛。虽然我个别谈的时候，他们会跟我讲。可是当在全队面前，大家都怕丢脸，或者是不想要被 judge 嘛，所以他就不讲。对，我说好，你们可以不讲，对不对？好，没问题，我完全尊重你们的想法跟选择。对，现在就会有2种状况哦。第一个，你都不讲不解决，你们就这样持续下去，这个球队成绩不好，我也可以照单全收，我完全尊重你们的决定。不讲，我们就不处理，就这样继续下去，到最后没有办法进6强，没有办法进4强，一定会因为是这个原因而产生这样子的结果。那第2个就是你们选择讲开，把这个事情解决，我们这个团队才有可能突破进到4强或6强。我尊重你们的决定。哇塞，等一下。万一没有你自己心里不会有压力吗？其实我告诉你，我不会有压力。为什么？我告诉你不会有压力，而是你觉得成绩比较重要，你要牺牲这一群小孩子的品格，还是你想要把输赢看得最重要？如果你是他的父母的话，当然，对，就像你讲到的，如果是自己骨肉，当然。如果我身为一个父母，我要怎么样教育这个孩子，在他以后出社会的时候，遇到类似的问题，他要选择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会永远陪伴在他身边。没错。你的孩子将来长大了，大学毕业了，出去找工作的时候，他可以来问你，你可以当一个咨询的人。陪伴者，但是在那个当下，他有没有那个判断力，做出最好的选择？不是就是利用这个状况来教育他们吗？对我来讲，没有进4强，没有进6强，这个才会是他们最痛的事情。人在什么时候会成长？最痛的时候。如果你选择不沟通，讲快一点嘛！你看到我就不传球给我，我明明篮下大空档，你就不传给我，因为你还在生气我。这件事情可以持续多久？一整个赛季，对不对？因为人是这样，我有情绪不说开的时候，那个结就一直卡在对，卡在那里嘛。那你也不讲，我也不讲，好，大家都不要讲啊。其他的队友会说：“你赶快讲一下啦，我们想要进4强啊，我们想要进6强啊。”那全部的人都来面对这个问题。第一个是这2个当事者需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其他的球员也必须要有例子，我要看这些事情以后在我的身上可以发生吗？我可以这样对待人吗？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我要怎么解决？解决它。因为我带的是大学生，可能高中生、国中生他们都还没有成年，所以他们的例子不一定适用在这个上面。但是我要说的是，我没有把你们当作小孩子，我没有要把你们全部保护了，你在我的伞下，没有，你今天就是18岁了，你就是要做这个决定。我没有宠你们，我没有把你当作是18岁未成年的少女。你出来解决，你不解决，我告诉你遇到的问题，你认同吗？如果我们打球不团队，你认同我们一定进不了4强吗？认同吗？对，我当然不想要进不了4强啊。对啊，你想要这个结果，你要自己努力去得到啊。你跟别人不合，你要不要跟他沟通？你也可以不要沟通啊，这是你的选择。我今天不进4强，我也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有比4强更重要的东西，它摆在那里。不过我觉得基友你可能真的就是把自己提升，我觉得升华到一个教育者，甚至于想象自己有没有想象，你根本就是在做爸妈在做事啊。但是，对了，我当然还是希望说，我觉得这个理念可以透过我们节目，让更多甚至于爸爸妈妈，甚至于有在听的，也有可能是教练，或许我觉得多一些像你刚刚讲的容错啦。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在期待，就像我们讲回自己。谁不希望期待自己的人生都是像男生都高富帅嘛，对不对？可是事与愿违，那我们还是你一张开眼睛，你一天开始，你还是得面对人生生活。但是你该怎么样的？就像你刚刚提到一个重点，我们其实就在培养，就像我们在养小孩，我们一直在培养什么？培养小孩子怎么样？赶快独立自主，离开我们的能力。对，先讲起来有点淡淡的哀伤，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嘛？是，我们也是从爸爸妈妈，然后从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大学可能就像你讲18岁长大了，对不对？然后我可以开始考驾照了，我可以骑车到处玩。我那时候那个整个境界，那个很像脱缰的野马到世界上。可是很多时候遇到问题，你不可能马上，尤其我们那个年代又没有手机，对不对？怎么办？只能我突然想到了，我在哪一个时期我的妈妈教了我什么，然后我来面对这个社会或这个，你知道这个世界，对啊，那这个真的也蛮深的。可是讲到这个，我就想问是说，但是很多的教练还是有那个战绩的压力，那你会怎么样建议啊？但因为毕竟你知道，就这种好像没办法，教育是教育，但是他又有，毕竟他的生活嘛，就是那。其实我觉得我的教练哲学并不能代表。全部的教练到底，我也没有这个位置或立场去给全部的一些教练的一些建议。当然，这是我自己走过的历程，我选择这样的方式去看待我的教练哲学。可是我如果给教练就是分享给这些当今的教练的一些，他有战绩的压力，他没有错。因为可能我这个合约只有今年而已，我如果没有到达什么样的目标，我连养家糊口的能力都没有了。可是我们能不能够超越输赢这件事情来看，那是取决于教练的角度。可是稻盛和夫那个时候，就是我看了稻盛和夫的书嘛，他就讲说，其实当你在超越，就是你不是为了自己，你不是为了赚钱，你不是为了这些名利、功成名就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发心想要去帮助这个世界或者帮助这些人的时候，其实全宇宙都会来帮你。有这句我知道。对，所以其实我看了稻盛和夫的那本书了之后，我认为，如果我们做这件事是为了自己，你会下了很多错误的决定。为什么？因为人在有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会先保护好我自己为主。很少人会牺牲掉自己，做了一些利他或利我的决定。你会选择什么？当小孩子，我觉得当一个教练，当你不是在批判他们，当你是真心为他们好的时候，你做出来的决定，其实这些球员、这些人，他其实感受得到。当你真心的不是说我或你，
而是说我们的时候，对，那股力量其实是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我们一起来把这些事情完成。不管遇到再多的困难，我相信这一次拿冠军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就其实这个路上我们遇到太多的挑战了。我自己常常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其实在思考我到底怎么样让这个团队更好的时候，我会伤心，我会生气，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把这些情绪表现出来，不代表你没有情绪。对，我觉得真正一个成熟的大人，成熟的一个领导者，他懂得在大家面前先把情绪放掉。我们要先解决我们当下遇到的问题。其实我想要做这个示范给所有的小朋友看。因为如果我想要当一个情绪稳定的人，然后的教练，然后告诉你，你不要跟我用情绪解决问题，可是我一天到晚在吼你。对啊，你叫我不要情绪，结果你每天都请了我。对，就是你觉得这个有说服力吗？是完全没有。对，所以当我告诉这些教练，就是这是不一样的起跑点上，因为我看了一本书是，就是我们可能都错了。那个森林智者的那本书叫什么？我可能错了，我可能错了，我可能错。对，很多时候你做决定，你会对要问一下我是不是可能，因为其实有可能会错。应该是其实，在那个问题里面，你有谈到说，就是可能你自己有打过冠军啊，也有拿过 MVP 啊，然后你会不会在指导球员上会有一些遇到的困难，或者是你的标准是什么？对，所以我非常想要用这个问题来回答。我可能错了，是人为什么会有争执？因为我觉得我是对的，你老婆觉得你是对的。对，可是我也有我的立场啊！我今天就晚一点到，因为我就在路上遇到什么事。你为什么晚了5分钟才接小孩？真的很让我生气。你为什么会忘记晒衣服？好，诸如此类。因为他有他的立场，所以他跟你吵架嘛。他觉得你做的事情是错的，但是这个世界上二元对立造成太多的冲突了。对，我觉得我是对的，或你觉得你是对的，所以我们两个为了这件事情在争吵到不行，对不对？其实我的带球员的观念是这样，我没有觉得我一定是对的，我可能错了，我先把我对你的期望跟我觉得是对的事情，我先放下。OK， 我先听听看，你为什么要做那个传球？没有，因为怎样。那当然我会用，不管是录影带或者是用什么情境来描述这个球，他这样子传，他这样手，你这样传，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不要揪着对错不放。我最喜欢里面的一句话是：我会在超越胜负的原野里面遇到最好的自己。如果我没有在跟你争对错，我们只是想要把这件事做好，你愿不愿意静下心来听我说一说？你愿不愿意也听我说一说？当我们两个找到一个共同认同这件事的处理方式的时候，这件事情会完美的执行。所以你还要争对错吗？你还要争进不进吗？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不定过2年之后，你看到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很美好的祝福，因为他失败了，因为他没有赢。所以他在那个 moment， 他才愿意下定决心的进步他自己。那你要说那个输球对他来讲是坏事吗？不会。对，我们有没有办法把镜头拉得更远一点，去看到那个最美丽的祝福？这是我觉得。这个我也想要，对啊，今天因为难得邀你来嘛，然后因为正如没办法，现在还在打那个准备战冠军战。正如加油加油，把冠军传给他们。我们这集播出的时候还在打，对，还在打，所以对，那我觉得也是难得的机会啦。我想要做一个就是所谓的快问快答，没问题。对，但是你自己可以斟酌啦。好，我尽量简短的回答。我第一个想问的是。你最怕球员，应该说球员最怕你讲哪一句话？你在做这样的事，我就把你换下来。你真的很常这句话？我会跟他们讲，因为对我来讲是，我要先告诉你我的标准是什么。我不会第一次就告诉你，我会先告诉你几次，就是我希望你做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一直提醒都没有用的时候，我就会说，如果你
这件事情没有做好，我就会把你换下来。可是他们最讨厌说，我就要换你，你就下来做，他们就会觉得就是被威胁的感觉。对 ，OK， 好，那再来，你最讨厌球员哪一种态度？就是练习很不积极，就是很散漫，然后态度很不好。就是譬如我要跟你讲说，Jack 哥刚刚那个球，我在叫你的时候，你就给我撇头这样。爱理不理。对，态度不好。没有关注。对，态度不好。对 ，OK， 好啊。那刚刚有聊到啦，但是我觉得也很好奇，你通常自己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以前比较长，就是刚刚开始当教练的时候，我其实有连3季连败的记录。我其实常常就是第一季连败的第一季整季都败的时候，其实我还可以勉强的安慰自己。然后第二季开始，其实我已经常常就是在哭或者是祷告，我就说我只要1胜，拜托就只有1胜，那1胜为什么都没有？到最后这个已经第二季也都还没有赢过1场球嘛，然后再来后来我就已经放弃了。其实我在想，我常常一直连败下去的时候，我隔天训练的时候，因为我们还是要训练，对，隔天看到他们的脸的时候，我其实觉得他们比任何人都还没有自信。因为那个连败的那个压力会笼罩在整个球队里面。是。然后其实如果我在表现得很沮丧或难过的时候，其实也会影响。对，他们其实会更士气更低迷。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知道教练的就是所有的言行举止，其实会很深刻的影响到球员。那我到底当教练，我要成为一个只要求成绩的教练，还是帮助这些，就是可能在失败的时候怎么样站起来的教练？所以我选择后者。所以后来我就不哭了。我认为这个是当一个教练，我在意的不是其实赢跟输这件事，我在意的是当人在很沮丧难过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在背后支持他，我们一起站起来的那个人。OK。好，快问快答，这一题抱歉有点长了，抱歉。这一题很清楚的表达你的立场。好，那我再最后一个问题，比输球更不能接受的是，就是发脾气、态度不好。我觉得输赢对我来讲，它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知道他就是一个人想要成功，他必须要具备很多特质。对，赢他只是附带的。可是当你当一个球员，你趾高气昂，你态度不好，你自我为中心，因为通常会就是态度很不好，就是觉得自己都是对的，他没有在检讨自己的能力。通常这种人我会觉得没办法接受。对，好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想刚好借机会聊到了，因为其实我看了蛮多，虽然我们互相认识也熟，但是还是会看新闻嘛，新闻就提到说，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每天就是像以今年为例，你很像跟每一个球员在谈恋爱，然后有这么多小孩，每个恋爱，所以很辛苦。但虽然最后，因为我觉得冠军得冠军那个喜悦，我相信那时候的痛苦或是悲伤，全部都会抛在脑后嘛。那我不晓得说，那为什么会感觉像谈恋爱，会有这样的回答？Jack 哥，你应该结婚很久了，请问一下，你谈恋爱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先问你这个问题。每天都是很有能量，很雀跃，然后想到对方就会。那会吵架吗？你吵架的时候咋办？很少。谈恋爱不吵架？很少。你算是我真的。那你算是很理性的人。没有，因为包容性比较嘛。对。我常开玩笑是说啦，喜欢就是看上那个对方的优点嘛。爱的话，爱上了就是接受人家的缺点。为什么说谈恋爱？其实我解释一下是，谈恋爱的时期，就像一定会吵架，一定也会他有练的，就是他有很甜蜜温馨的时候，但是一定也会有就是吵架，对，吵架冲突的时候。那我为什么说跟这么多人谈恋爱，就是一定会有一些球员今天打得很好，哇，你就拍手，你太棒了。哇，你今天表现超水准，但是一定会有一些球员，就今天在这边跟你摆烂，或者是怄气，或者是他
不转心，没有在状况内。对。那我每天都要面对不一样的球员。是。我为什么说，就是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要当导师，我还要就是通常你跟别人吵架，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吵架，你要不你就是好，我们杠到底啊，看谁先来低头啊，对，就是这样。对，就不然就冷战嘛，要不然就是你要先去哄他。哎，你怎么了啦？对不起啊，是我的错啦。啊，不然你告诉我你今天怎么了？对，怎么都投不进？还是为什么你是因为一起失误？还是你今天太累了吗？是不是都就是没睡饱？就是你要不停的去观察你的球员到底为什么没有在那个状态内，或者是他今天为什么可以这么超水准的发挥？对，其实你要做的事情是记录他们每一天，就是我为什么可以对他们有信心，不是因为啊我都没有在跟他们相处，没有花时间观察，直接去比赛就会拿冠军。其实不是的，你要在每一天的训练非常清楚的知道他们的能力在哪里，还有他的心智能力、抗压能力在哪里。当他表现不好的时候，就等于是你跟他在吵架，他可能不爽你一直讲他，也有可能他自己打不好，他就摆臭脸，或者是因为他跟队友搭配的不好，可能产生一些失误，他开始摆臭脸。你要不停的去观察，然后找出问题的症结点来，因为这样子的症结点，你有了可以跟他对话的一个机会。最重要的事情是利用这些状况来解决问题，他以后就会快速的搜寻这个。他的档案在这边，1、2、3、4、5个档案，直接就可以跳出来。这个拉出来哦，原来那个时候我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那时候是怎么度过这个难关，我用了什么方法，他可以快速的找到那个答案之后去应对它。其实我们做的是这个，我就知道我做了这件事，假设我们2个在谈恋爱，我就知道我做这件事你会生气啊，我还要做吗？会要吗？不要。对啊，其实世间上的道理都是相同的，我们只是把它用到最通俗的说法，就是你谈恋爱，你要顾喜怒哀乐，你该过都要承受，因为他就是你选择的那个人。没错。对啊，他就是你选择的孩子跟球队。对啊，这个让我想到，也突然刚刚在聊的过程中闪过一个画面，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今年 NCAA 有一个 Maryland 的那个教练叫 Brenda， 然后他是有一个球员在场上可能就像你讲的，就很奇怪，明明平常练球就是他是正宗的王牌嘛，叫 Okanawa 吧，然后我记得他被换下来，他直接跟他说 I believe in you。It's not my story, right？ 然后就真的是你知道那个调度之后下来，当然让那个女孩就冷静一下，哇，上去又不一样了。对，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还蛮特别。那这也是我今天最后的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因为其实知道你的人，好，无论是在今年 UBA， 哇，有好多金句，那甚至于在我记得去年世大运是去年。去莱茵那个是世大运嘛，对不对？是。对啊，就是说我知道你们大家观众朋友们可以上 YouTube， 那个我相信还在。然后我知道你们现在落后很多，但不管，但是你们没有把你们会做的事情做。对，那我觉得很好奇的是，你平常是怎么训练你有这些所谓网友说的零式鸡汤或是金句爆发？你是特别有去做训练吗？还是说？怎么样让你自己有这个特异功能可以发挥？我觉得应该是你跌倒了够多，就是你要找方法来消化你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可能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没有自信的人，我甚至打到中华队，我都不觉得我适合打篮球，因为在我的生活的周遭有非常多天赋非常比我更好更多的学姐、同学，甚至年轻的一辈。我是从一个比较就是山上贫困的家庭出生的孩子，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的背景很硬，或者是我有特别哪个天赋胜过于人。然后后来我常常遇到非常多的挫折的时候，我觉得唯一能够陪伴我的是书本。所以你阅读量很大。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读书的人，我会在书里面找到可以跟我自己对话的方式。当然，我以前小时候也会常常想不明白的时候，会问比较年长的学姐或者是什么。可是你终究知道，以后长大了，别人有自己的时间跟自己的事情要忙，你也不可能一直打电话去烦别人说，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
你终究是那个要解决你自己人生问题的人，所以我花了非常多时间在内化它，就是我这些事情我到底要怎么样看待，用什么样的角度才是其实是又能够解决问题，不会自己内耗，可是我又会帮助到人的。所以花了这么多时间阅读，它会让你找到属于你自己一块一块的拼图拼起来，并不是我刻意去训练或者是怎么样，其实都不是，而是这个东西真的你自己里面要有，你才讲得出来。我其实都是这样子看待他们。为什么我可以讲得出来说我不在乎那个分数是几分，但我在乎你有没有把对的事情做出来？是因为在那个当下，我当然知道我代表是中华台北，我们其实肩膀上是很多的责任跟压力的。可是，在那个球场上，他们就是因为肩负着太沉重的压力，又加上那一场其实是对德国队，第一个地主，第二个他们的身材各方面的优势都比我们其实好的非常多。其实你再责怪他们也没有用了。其实他们每一个人看到分数就非常悬殊的比数挂在那边，其实他们已经对自己很要求很高的人都已经很自责。但我们要强调是把你的专注力拿回来。如果我们选择对上比我们高大的球员，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事情进步？不要说我们要超越他，而是我要克服我自己的恐惧，然后把专注力拉回来之后，再勇敢的上去面对这么高大的对手。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鼓励他们重新站起来，聚焦上场，继续去拼战。对。哇，这么多，哎呀，真的，你这样我不管了。我今天还虽然刚刚是说最后一个问题，但我还要再问。那讲到台湾的女篮，未来10年你有什么期待吗？其实现在亚洲非常多的国家其实都已经在崛起嘛，是，譬如像澳大利亚跟那个纽西兰，它已经归到亚洲杯，是大洋洲归到我们亚洲区了。对。那像菲律宾，然后印尼、黎巴嫩这些球员，就是东南亚的东南亚或中东、伊朗的国家，其实他们的身高啊、爆发力啊，其实也不逊色于台湾。但我们怎么能够让台湾未来10年还是能够依旧站在亚洲列强的前几名？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在心态的部分。OK。为什么说心态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台湾的训练的内容跟强度其实它不弱，但是因为我们没有高大的选手，我们要怎么样在 undersize 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跟其他的列强去第一个防守3分线，基本动作，那个东西都要是从小就开始训练上来的，然后。如果我们一直是 undersize， 我们没有规划的球员，我们大概最高的身高中锋就180几。那如果日本人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那我们差在哪里？我觉得第一个他们的在训练上，他们从国小、国中到甚至大学的教材训练，他们是有统一的。为什么日本人都可以合宿2个星期就出去打比赛？因为他们所有的教材都是一样的。我不会因为你打 pick and roll， 他打 motion， 对，然后他打那个中锋禁区，然后他打外线，对，所以因为我们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来教练只要整合，譬如这个教练他想要的战术，他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他想要防守的体系是什么，他非常快的整合，因为在国家队的球员他的资质是非常好的嘛，所以他非常快，所以我们怎么样做到是尤其是女篮，就是在小时候，我们说了不能练区域这件事情，因为你练了区域的，代表他们在1对1的小时候的这些基层的培养，基本的能力它就丧失了嘛。那这个国家队的那个男篮的教练其实也有提到，第二个事情是我们要怎么样统一，让这些人在不管是2人、3人小组或教材上的统一，我们怎么样，就是可以从现在开始着手有一个好的规划。第3个事情是我们怎么样规划这些外籍球员，他是真的像日本人，他们其实是在高中端
高中或者大学他就找过来，他在18岁以前就规划，所以他们有非常多的黑人的选手，不管是落在大学端或者是高中端，甚至是职业也有非常多，他们语言上适应。系统打法上适应，强度上也提升，因为你要想一看，我们亚洲人跟黑人的运动能力确实是有差。DNA， 我们 DNA 就不一样。对，我们运动的 DNA 就不一样，对不对？那如果我守的人，其实他的运动能力非常好，相对我的防守能力跟进攻能力就要提升。先不要管他要不要规划。管的事情是整个比赛的内容跟质量，它其实就会提升。那这些东西都当然，我们是落后的人，是我们看到成功的经验，我们可以模仿，我们可以复制。但是我认为台湾的球员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其实他们的在球场上的反应能力跟解读能力，其实不输任何国家的人。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年少的期间、基层的时间，其实教他们怎么样做一个好的选择，在球场上做好的。你要有足够的篮球知识，你才可以撑起你要怎么做选择嘛。是你没有让你自己更多的选项，怎么会找到好的选项？对嘛？所以怎么样在这个小的时候，慢慢这样从基层技术的培养、那个动作、基本动作到最后技术的培养、技战术再上来之后，我才可能有办法。有更多的篮球 IQ 去支撑做好的选择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要讲太多。是三分球 undersize 这件事，我们一定要解决。好啊，哇，真的，我相信，我觉得纪文之后也可以常来我们的节目。先看这一集的那个有没有？我们其实加一。我跟正如我们是在做，就像你的观念一样。虽然对赢很重要，流量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最重要还是给无论收看的或收听的朋友们，真的能有一些收获，甚至于像身为家长，甚至于真的是在打球，在往运动员这一条路的那个小朋友们，都能有一些收获。那我觉得节目的最后，除了谢谢纪文以外啊，其实今天纪文还有带一个礼物。但这个礼物呢，就在我们面前，那是一顶帽子。那不过这是他们的今年的冠军帽，对吧？冠军帽。好，那这个我觉得之后让我们的那个团队啦，反正大家详细的我们来做个活动，送给那个观众朋友们好了。对，那详细的活动，我觉得请大家请上我们运动 DNA 的 IG 跟 Facebook 去看这个活动的内容。对，那真的很开心让纪文邀请来。其实我今天超多题目很想问，对，但是我觉得一定有机会，对，因为你的那个金句我还是很好奇啊。对，那谢谢纪文，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然后感谢你们一直支持篮球，不管是男生女生或者是任何阶级的篮球，我都希望就是持续关注篮球，甚至各个运动，然后我们会非常努力的在我们的各自的领域上，在积极的精进自己，然后也感谢你们收看运动 DNA 这个节目，我们下次再见。好，谢谢纪文。很多孩子不怕辛苦，是太早觉得自己不够好，输球可以重来，但孩子的自信被丢，很难再捡回来。现在的冠军会被下一季取代，但一个孩子被相信过的感觉会记得一辈子。欢迎订阅运动 DNA， 无论你是用 Apple Podcast、Spotify、YouTube 或是其他平台，记得按下订阅，让我们每周一起来学习运动教会我们的事。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IG 跟 Facebook， 搜寻运动 DNA， 留言告诉我们你们运动的故事。运动 DNA， 我们下集见。拜拜。